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不上班。而且我们回到了最早的 studio， 对的客厅，是时不时要来一趟，这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地方。没错，而且我还特地穿了一套我认为跟第1、第2集的这个衣服的风格有点相似的衣服。哦，真的吗？因为我到后面就放弃 dress up，所以今天这集我特地弄得稍微跟第1季的这种淑女形象像一点。Okay, so what am I wearing? 我都不知道，好像是 For Love and Lemons， 可能是 Costanza 的我的好朋友的赞助的品牌。哦，你说最早的那个，对，最早那个我很喜欢。然后我记得那个牛仔裤巨紧，然后我就收腹。现在完全不 care， 我现在连一个娃都生过了。对，没有。但你是那个，你的身材一直是属于是紧实的，所以不会有太大的那个变化。给大家推荐唯一一个这个建议就是举重，就是 weightlifting 啊，就是 weightlifting。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初始的 studio， 也是因为我们今天有很重大的个人成长方面的新闻，或者说感悟要跟大家分享。对，要跟大家就是对，要有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而且我们今天这一集可能会录成2集哈。对，因为上半集是Ella 的重要事项分享，下半集是我的重要的体悟和成长的分享。对，下半集是他的成长，上半集是我的成长。有一点，有点那个 sentimental，对不对？是不是？来之前我就知道今天有点 sentimental。对 ，but it's all for good， 对不对？是的，是的，是积极的一集。对，是一个积极，非常积极、非常诚实的一集。是，第一个问题，其实我是想跟你讨论的是关于自我改变和自我接受自我的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让我，比如说小的时候我会，因为我是生长在不同的城市，比如说我回到老家重庆，然后重庆的那个表哥表姐会跟我说，我觉得你变了，然后我当时会觉得是一个羞耻的一种感觉，会有羞耻感，因为觉得好像我变什么了，忘本了吗？怎么样？我很怕。然后后来再从英国回到深圳的时候，也是会有同学跟我说，我觉得你变了，可能会觉得我会觉得我是不是忘记自己是哪里人了，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变化对我来说，这个变化自我变化一直是一种羞耻的感觉，我一直不想让别人觉得，我会说我的那个措辞就是我哪里有变，对不对？对，你会不会有这种下意识的一个 default？ 我觉得是的，我觉得尤其如果说是你听到的这个原话，就是我觉得你变了，一定是带有一种好像是负面的，对，一个 negative 的东西，对，所以我会跟你一样有一种 defensive 的心理吧，或者就至少很好奇到底变在哪里，但同时这种好奇是有一点 apprehensive， 是有点紧张的。对，就觉得好像自己这种改变是一个抛弃了大家，然后自己是不是往前走了，很孤单的一种感觉吧。所以但后来也是最近开始慢慢的去这个拥抱这种改变。我在想，为什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每天在成长的一个有的时候你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大家不好意思啊，我的狗在玩玩具。但是现在我会发现，好像听到你变了，应该我们的回答或者感受应该是说of course, thank you。因为我们难道不应该时刻发生，或者说不是时刻吧，每几年都会有一些至少在对自己的内部认知上会有改变的地方，会有进步的地方。对，尤其我们各自都在经历。就是人生事件比较密集的一段人生哈，对吧？你也是过去的10年里面，搬了2次家，然后认识了新的人生伴侣，还经历了狗狗的离世和新的狗狗的加入你的家庭等等这样的人生大事。我也是经历了非常非常多人生的大事，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过去几年，不管这几年如何定义，一定是非常密集的，充满了成长和感悟的
认知的进阶哈。对，应该其实是一件很 positive 的一个对很正向的一个改变。而且确实有很多家人们说我变美了，我就没有人，我就都说我变肥了。不会吧？我对觉得那可能 Ella 的骨相一直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组织褪去了一部分之后，这个骨架出来了，反而确实是还是可以 hold 得住的，可以能打的。一直都还是有那种女主播的感觉，谢谢女作家加女主播。好嘞，那说完这些自夸自卖的这个事情之后呢，Ella，我知道你今天的这个通知是比较重大的，因为它代表着一种实际的一种改变，就是你将要离开葡萄牙。对，我将要离开里斯本，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消息。我跟我的家人要搬回伦敦，也就是我长大的地方。这个消息我觉得，他是知道很久了，我已经知道1年半了，没有1年半，半年。我是12月份告诉你的。真的吗？对对对，12月之后，我是那个大半年了，大半年对。然后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找到那个点想说的那个点，因为总觉得这个消息是非常 bittersweet 的一个消息。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节目刚播出的时候，我们甚至说过不想离开这里啊，就是不能想象自己会离开这里，所以这个变化会让我自己去审问，就是我是不是背叛了一种自我的认定，或者是背叛了我自己啊，背叛了一个愿望。所以这点我就是想跟你讨论的，今天我的一个就是这大半年的这个成长吧。对的，但实际上就在我们那一次碰头，你说的是12月份是吧？对，在那次碰头的时候，Ella 向我公开这个个人决定的时候，我们当时的这个对话就是 bittersweet 了，就不是说我哭喊着要那个 Ella 重新考虑，说不要离开里斯本，里斯本多好呀。其实你的这些考量的过程，你一个一个把我展示layout 之后，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对，就是很成熟的，是非常成熟的。对你的讲述和我的接受和我们的讨论都是非常成熟的。那今天上半集我们就着重聊聊Ella，你对于就是一个地方的选择，一种生活的选择，是如何从就是本来非常非常的喜欢，因为大家如果回听我们的前10期吧，每一集几乎都要踩香港，然后那个夸南欧、夸葡萄牙，但其实夸的那个部分还是有非常多的部分是依然正确成立的，对，而且我也是想跟大家说，我是依然觉得我会长期留在里斯本的，尤其生了孩子之后，那之后细说哈。但是 Ella，你的算术发生了改变哈。主要那个一些改变的这个方向是什么？哪些参数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让你有这个选择？我的改变主要是在我自己的事业上面，因为我来到南欧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有点逃难的一种心态吧，就是觉得反正疫情之后哪里都不好，然后门槛最低的就是这里，当时确实门槛比较低，然后来这里比较容易和比较会比较，你知道是比较顺的，因为看这个所有来这里的人，他们的这个反馈，他的 feedback 都是比较顺利的。对，当时也有很多普吹的，不止我们当时普吹的人现在都还是有非常多。对，特别是美国的那个普吹是一直都在的，所以当时你看完这些就是宣传片以后或者怎么样，你肯定是对这个地方有向往，而且这是我来过的地方，我来过就是很多次了，在葡萄牙，所以我南北是就是非常知晓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对我来说会觉得那就等于说去一个自己旅行过的地方，很多次旅行过的地方，然后长期住下来，对，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我先生其实提醒了我一点，我这次跟他，我们经常也会就是拿这个来说，然后 check in with each other， 然后他说你不记得了吗？我们当时说过，就是 before we move back to London，let's try somewhere else。对，就是在我们回伦敦之前，我们试一个另外的地方。当时你们还在香港的时候。对，他当时我们是这样的约定的。他说你难道不记得了吗？我说好像是所以最后就 play out exactly。对，就是一个对。其实最主要是对我来说，是我的这个职业非常特殊，因为我是一个钢琴演奏家，我需要的这个就是古典音乐的这个滋养是。我觉得在这里是满足不了我就证明我的生命有一大部分是觉得在耗，所以这种耗是让我会很痛苦。我其实在2年前开始发现这个耗，是因为我在这边没有
找不到好的老师，然后呢，而且就是在设施方面是让我比较咬牙切齿的，就是一个找不到好的三角钢琴，没有琴，就是在这边，就是我是可能我们这个区唯一一个家里面有一个就是upright， 就是有一个真钢琴的啊，真的，大部分的人他们是电子琴，哇哦，对，哪怕就是在这边就是自己说自己是一个 musician 或者是 DJ 的，他们自己都没有钢琴，都是一个电子琴。所以而且我们住的这个区是一个所谓 middle class 的一个，对啊，相对来说也是外国移民喜欢选择的地方，对，也非常贵的一个地方，对啊，所以就是在这个是在这个 demography 上面的话，我也是非常惊讶，所以就是我家有琴是我们这个区的人都知道，就说他家有琴，就觉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哇，是因为楼道太窄了都搬不上来吗？我觉得是大家没有这个就是这个钱去投资，没有这个钱去投资，因为很贵。这个葡萄牙的钢琴这是我在这里来买的哈，当时是4000多欧买的，是非常贵。在我的认知当中，二手钢琴雅马哈没有，它是一个 U1，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型号。OK， 虽然它年份比较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钢琴厂，这个人他就是保存的非常好，然后他卖给我的是。70年代的琴，50多年了，对，4000多欧是非常贵的，这个就是几万块钱，50多年了，哇，对，50多年了。然后所以，我从来没买过这么贵的琴，这辈子我没买过这么多。结果还是二手，还是进阶，不是进阶吧，就普通的。就是最普通的，因为我当时我在想，我的预算也买不起，就是再高的，如果再高的三角琴也抬不进来，对，所以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是当时我只是想就是说先度过一段时间，然后慢慢的看演出机会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一直都在这边没有。大家也知道其实我今年演出了3场，我是算是比较多的了，比较就是独奏会，因为你每一场是不同的曲目，我其实压力是很大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把它完成的哈，我还觉得挺纳闷的，但是我就觉得在这个就是在我自己想 showcase 我自己的这个music 的时候，我没有一个 support system， 没有一个同事，我没有遇到任何一个 single pianist in the whole Lisbon、and the thing is， 我其实是有去 advertise myself，我有到处说我在 Instagram 上，我一点都没有去就是回避自己是一个这个就是古典音乐就是工作者的这个事实，然后我甚至是让那个经常去听音乐会的这些人，或者是认识什么管弦乐团的这些人，然后让他们去帮我找这个搭档。我说你们认不认识一些大提琴家或者小提琴家、弦乐者，我们可以一起来一来室内乐，然后找地方演出。就是你的社交雷达是一直开着的，对，依然没有吸引到很多的资源。没有。然后所以这点让我是刚开始我是还是比较 patient 的，就比较耐心的在等，我在想肯定会有的哈。然后到后来这个焦急的，你也知道你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啊，而且我是一个很热爱我自己的事业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感觉我的事业被限制了，然后被限制了就让我极度的不快乐，然后这个极度不快乐，我就说还好有我们的这个播客，因为如果没有这个的艺术的这个就是渠道去让我再去 create 的话，我觉得我可能会就是我也感受到就是一个补充渠道对我的写作的这一部分career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就像我们刚才在录了一集这个 book club 的时候也说到，你同时要读好几本书，因为不同的书有不同的这个作用的场景。对，你可以去过别人的人生嘛。对，所以其实即使是全职做创作的人、做艺术的人，也应该会受益于这种多渠道的一种补充吧。对。还有一点就是呢，我也发现自己的这个可能对这个环境滋养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就是自己对环境有很多特殊的要求。这个是我自我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我没有去想过这个，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是一个顺势的一个感觉，大环境你会觉得很难去改变，我要改变自己。但是我现在就觉得有很多地方，我如果是真的是不喜欢，跟我 misalign 了，这个词可能是不合一吧，对不对？对，不和谐。不和谐的时候呢，我在想，那我怎么办？我的 value 有没有一定的价值？我的 value 我该不该再去追求？我该不该或者是去改变我的这个一定的这个价值观呢？比如说我对这个环境有一个要求，就是不能脏。比如说我的这个区，特别是老城区，我们是
你的区好一些，我的这个区的这个狗屎的这个路上狗屎的这个量实在太大了，太糟糕。我其实有想过改变，我是一个愿意去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非常愿意，我是一个打鸡血的那种想去带着头，我不怕的。对啊，我是外国人，我怕什么？你听不懂我的普语，那我就用英文跟你讲。对，所以我尝试过去跟这个 local， 他们叫 junta， 也就是这个居委会对，去跟他们理论。我甚至去他的办公室2次，但是换了一个人，第2次去我觉得怎么是另外一个人了？这其实也是问题的原因所在吧，对吧？就是他们一直在不断的turnover， 没有人真的有这么大的这种动力 determination 去帮你解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他当时给我的回答是，他说这不是他们的 priority，他的 priority 是禁车。他说不想让有车进来这个区，他想把整个我们住的这个区当成一个就是可以 就是 walking 一个，明白，这倒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对，但是呢，我说就是对这个就是街道的这个干净卫生，因为你想现在这么多苍蝇哈，你让他们对，苍蝇是，但是苍蝇在南欧是一个 staple， 在于欧洲很大的一个部分的夏天是一个 staple， 拦都拦不住的，瑞士也都是。是吗？That make me feel better 是这样子，而且它会有一种气旋，它就会在那个厨房的某个地方，在那边那个来回绕，这个也是 feel better 所以但是就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就不是说苍蝇哈，我说的就是这个卫生环境，让我没办法去 enjoy 这里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气候。对，我其实就一直在想，到底气候对我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好的天气到底对于我来说，对于 Ella 来说意味着什么？其实作用不大。我现在觉得，就是因为我想去享受我能享受的一些 facilities， 就是一些设施，就是一些室外的一些，不管是室内还是室外的，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尽情的去享用。我跟我先生都遇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憋在心里憋了很久，然后2个人都没有互相说，后来说了就是你也这么觉得，哎呀我也这么觉得，就主要就是周边社区的环境的问题是吗？对，然后因为我们没有车，所以就是很多人说你开车去这个地方开车去，我们没有车的人，那我怎么办呢？对不对？所以就是那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去享受这个森林嘛，我就没有这个资格去享受这片干净的草地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对本地人这个不捡狗屎的这个我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高兴，而且非常痛恨的，所以这个是事实，我觉得要拿出来说。我其实有的时候会觉得羞于拿出来说，因为我很想让外面的人知道我住的环境是很好的，对，我想让别人羡慕我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如果我不拿出来说，就永远得不到改变。太真实了，是，而且其实我们一直是属于非常愿意说真话的，非常愿意把这个硬币的2面展示给大家的。但是我太懂你刚才所说的这个，我们的喜好一定是希望我们的生活是好的，是值得展示、值得分享的。但是事实确实是在葡萄牙，至少几十年以前，大家是有不捡狗屎的这个行为习惯的。那个时候呢，是通过市政的卫生系统去把这个大便给吸起来，就有一辆像类似助动车一样的这个人，现在没了那个反而现在就没有了。对，他是拿一个东西去叭一下吸起来，叭一下吸起来。然后现在呢，就靠大家的自觉了，就是文明社会了。那我家所住的那个地方，确实像安乐所说的，一个是绿化环境多很多，然后马路给人和非车辆设计的这个部分相对要多一些。而这一片的城区呢，这个市政的设计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绿地，然后车全部把马路停到满到，就是你每打一个弯，每开一条直路都是要非常小心的，就否则你就碰到了。对，然后在这儿，我每次都要开车过来的时候要留5分钟的这个找停车的时间。对，而且你看，我也是开车过来，就是我也没有去以身作则的去不用私家车。就是因为恶性循环嘛，对吧？你这个车的文化越来越重，那就说明可能公共的交通资源更加不好，对吧？那大家都开车，就是你不开，你不合算，对吧？就是一个在经济学当中叫做 public good 或者 public bad， 就是大家有一种思维，就是说你不用，我用我就合算，那我索性用，但是大家都用的这个结果就是大家其实都受累。就是到狗狗都没有地方
撒尿的程度，就对都撒在那个车车子上。对，我们家狗就是在车上面尿尿，因为所有的狗都没地方，没有树，一棵树都没有。我当时发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也觉得非常的震惊。很惊讶然后你告诉我说是因为没有绿地，我说对哦，怪不得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对，而且在外面这个尿的味道很严重啊，就你闻到，尤其夏天好多天不下雨。对，因为它那个整个街区是没有这个洒水车的。他说是说洒水车进不来，其实都进得来的，这只是一个借口而已。所以他的这个政府当地很多人不满意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居委会。我也非常不满意，然后我经常跟他们横着干，但是呢。我现在觉得还是离开比较好，因为我没有这个力量了，我不想再去。你知道我们的新的育儿嫂是本来在这个居委会为儿童做工作，然后也是因为不满意这个居委会而离开的。对，所以就是跟居委会杠上了，不是一件在任何一个国家跟这居委会杠上都不是一件好事。对，所以我觉得我就觉得我的生命非常短暂，我不想再花任何的时间去一个。地方再去做这样子的逆流而上，对，我觉得非常非常累，所以呢，我们就决定搬回英国。当然，对这个就是对我来说，肯定是我私心，肯定是对我的这个事业有很大的影响，会有很大的帮助。我其实一直也非常热爱这个城市，伦敦是我长大的地方，我从来对它都是一个非常 positive 的一个赞赏。然后我有严重的英伦情节，我也觉得非常 proud of my 的那个英伦情节。然后我也非常熟悉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还非常期待。但是呢，这里呢也要说，我也其实也会害怕，也会有很多这个恐惧，比如说。你会觉得又要重新来一次，对不对？你会觉得要去跟很多人解释你的这个为什么，你会要去跟自己理论，甚至跟很多人即将离开英国的人，会要跟他们去说我为什么要回来。对，反而反其道行之哈，因为确实有不少人是流出的状态。是的，对。但其实我现在也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答案，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离开过。他们没有在别的地方住过，所以你比较了之后，你自己去比较，每个人的比较都是不同的，每个人的答案是不一样的。也许你会讨厌一个地方，或者你会爱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觉得完全是因人而异。对，你刚才说了一句我也印象特别深，就是对 Ella 而言，我觉得太对了，因为我们真正只需要在乎的就是某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量身定制好还是不够。我觉得其实大家可能还会想说，Ella，那你为什么不搬家呢？就是里斯本市内搬家也可以啊，搬到一个像茜这样干净一些的这个街区。我当时在第一次听到你的决定的时候，我也问了这个问题哈，或者说其实你们也可以轻松的买一辆车去过上就是自然的生活，就是像我们这样整天跑到外面去的生活，但是因为你第一个所说的事业这个原因，对，已经占据了一个大头，那如果说要搬的话，索性就一步到位了。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因为我其实是博物馆和森林，我选博物馆的人，所以这点我非常了解自己，我也很吃惊。我喜欢森林，我时不时的去一下森林，走半个小时我可以，但是多了我就不行了，我就会觉得无聊，我会觉得我的大脑需要一个信息，需要一个就是文字上的信息或者是图片的信息，我需要那样的一个，或者是音乐会，我需要那样子一个，就是那个震撼量才够大。因为我就觉得我跟自然其实是中间有一层隔阂的，我可以去跟他在一起，但是呢，我不一定非得跟他在一起。明白。所以我就是发现这个对自己的认知，其实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我会被人说是you're anti-nature， 我说 I'm not 对，只是我没有这么就是能够去拥抱自然，我只是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嘛。所以我也stop， 就是停止了 criticize 我自己。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带着他，我们那时候借了邻居的车，然后经常带着他出去。我想看看我自己会不会开心很多。对。好像也差不多，我还是一样的，我需要的这个东西没有被满足啊，它就是那个痒，就是在那里那个 itchiness。对，所以呢，搬回伦敦就是遇到一个就是又是一个新的开始，非常期待，非常非常期待，有很多那个project 已经在等着我了，然后但是呢，同时呢，我又比较害怕的就是一个毕竟是一个非常贵的决定，对，是一个昂贵的决定。It's not cheap。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外流嘛。对，就是他们觉得就是你为什么要往回走啊？就是我们都想往外面走。
所以这里呢，我要感谢今天的赞助sponsor。甜甜和他的团队，大家知道，如果我要回去的话，其实我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就是这是我最担心的，因为证明我可能也许要找新的学生，也许要是不是要找一个副业，但是在找副业的话，你也知道，我不可能，我也不想再去当柜姐啊，或者是怎么样子，我可能这个是做不出来了。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在选择副业上面的话，如果我想试着想推动自己去下海的话，我该如何，就是我该怎么走这条路，我其实很想的。我现在觉得劳动不分贵贱，只要在一个环境当中，如果你允许我去做一件事情，让我有这个勇气和胆量，明目张胆的去挣钱，我是很愿意的，而且我也需要。所以呢，我最近呢就认识了一个小女孩叫甜甜。她是00后的创业者，在这里我得读，因为这是我们，就是我也不怕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约定的一个广告词。他在进入这个跨境电商以后呢，前后他是花了10几万去学习和测试，也踩过不少坑，筛选过很多项目，最终呢他没有只听别人怎么说，而是亲自带着团队去开店，去跑订单，然后去看利润，最后选择了正在做的现在的 AI 跨境 Temu 的这个项目，就拼多多。然后我知道，就是很多听友是想拥有第2份收入，但白天呢是要上班，业余的就是剩下业余的时间是非常有限，又担心做副业投入量太大，流程很复杂，所以这个项目最吸引我的，这是真实的哈。他跟我聊了很多次以后，然后就是他的这个模式相对非常轻松的是一个，而且很适合普通人，就是像我这种小白，利用下班后的时间去尝试。甜甜做的是 Temu 的这个全托管加 POD 按需定制，其实就是 Product on Demand。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说，先用 AI 设计海外消费者喜欢的图案，再把这个图案应用到比如说化妆包、束带或者甚至地毯上面，毛巾、浴巾这些，上传到平台，顾客喜欢哪个图案，下单哪款产品，工厂呢再根据这个订单去进行生产，所以就没有订单你就不用生产，这个就不需要提前大量的囤货，大家应该都很担心这个囤货嘛，不想家里面变一个仓库。能减少产品卖不出去带来的这个风险。平台呢负责跨境销售、物流配送和大部分的售后，自己主要做好就是产品上新和订单对接。我在想大家都会英文，但这里如果你不会英文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它这个 AI 是可以帮助你分析爆款、生成图案，所以它每到一个季度它会换不同的款的，所以你不会永远只是在买同一个产品。每天利用1-2个小时操作，不用出镜，就是不用上镜啊，自己对着这个电话，也不用一直守着这个店铺。目前甜甜已经带着团队开了10多家的这个跨境店铺，整个项目做到年入100万利润，也带出过从零开始，利用下班时间逐步稳定出单的普通上班族。就像我希望成为，我其实我非常感兴趣。当然它也不是躺着赚钱，你依然是需要就是持续上心复盘和执行。如果你想发展第2份收入，又不想一开始就投入这种大量的资金，我觉得这个 AI 跨境确实值得认真了解。这次呢，甜甜也专门送给我们本期听友一套3天 AI 跨境的出海公开课，会把开店 AI 做图、产品上架、出单流程和新手避坑的方法全部都讲清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通过本期节目的专属方式免费领取。先把项目认真听懂，你再去判断到底适不适合自己。所以领取方式我们写在 show notes 里面。对，在我们的那个评论置顶和 show notes 里面。这个其实我觉得用自己的就是知识来卖课，我觉得我是支持这样子的广告，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说，哦天呐，原来你是要付钱才能去听这个课，但是我觉得如果别人也是花了这个时间去研究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是想跟大家澄清，这个是个广告，是赞助的，但是呢，我们的节目需要赞助才能走下去。但是这个通过我们节目的专属方式领取是免费的课吗？对，但是它那个几天之后它会有一个就是upsell， 对upsell， 给大家一个机会去听听是不是确实有兴趣。对，你先听了你再决定，我觉得，然后所以我会参加他的这个听课，我想知道就是到底适不适合我，因为我是想过就是去英国到底就是出路怎么办，就是这个，就因为太贵了，伦敦是一个非常贵的城市。伦敦是的，我觉得其实 Ella 的勇气很让我感动
和鼓舞哈，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正在往就是物价相对低的地方去流动，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心不用绷得太紧，你的大脑不用太紧张啊，然后可以做更多实现自我的事情。但是你因为对事业的追求，觉得伦敦确实是对你的事业发展，对你自己的艺术创造是更有利的一个沃土啊，但是你付出的代价就是可能需要紧张一下经济然后有这个胆量或者说有这个 motivation 去做第二份收入。副业，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我们35加的年龄，其实我觉得是非常让我感动的。另一方面，我其实出于个人的好奇哈，我也想问问你，尤其因为你是钢琴家，古典钢琴家，这个就是离这种做这种听上去不是太有价值感，不是太有这种意义的工作是最远的那种人，你会觉得担心，就是做这件你自己心里没有 connection 没有连结的这样一件工作，会让你就是内心死了吗？你懂我的意思吗？你的意思是就是做一些就是 so sucking 啊，你是说就是跟自己的这个就是专业不，或者说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任何的心灵的连接呀。你觉得你会享受做这件事情吗？我其实是愿意用任何方式来保存我的艺术生命。对，如果我的艺术生命需要我去酒吧打工，我就去酒吧打工。需要我去跪着擦地板，我就肯定会去的。这个是我的艺术生命，是需要我不生孩子，我就不生孩子。所以这个是我早就是做好的一个就是约定跟他，所以艺术生命是最崇高的，在我的这个字典里面。然后这也是我其实也是最近自己的一个领悟嘛。我觉得原来我可以放弃所谓的这个阳光海滩，然后去一个阴冷的地方，然后我可以享受无限量的芭蕾舞、无限量的歌剧、无限量的博物馆，都是免费的不，当芭蕾舞的歌剧要给钱，但是博物馆是免费的。所有的展都是经常换。然后这些是我闭着眼睛我就会微笑的一个，让我能够非常非常期待的。这个我以前在英国长大的时候是非常热爱的这个活动，但是呢一直 take it for granted， 因为我以为整个世界都是这样。我不知道英国政府花了这么多钱去支持这个事业。对，其实也鼓励大家寻找你所住的这个城市的一些你之前不知道的资源。包括有哪些展呀，有哪些文化活动啊等等，这些活动其实很多时候都是由private 或者 public 资助的，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也许会 underutilize 没有好好使用上的一种社会资源。对，我其实再说一点，补充一点。葡萄牙是一个非常适合家庭生活的一个国家。如果你是一个想追求就稍微一定的物资上面，但现在也不便宜了。现在我觉得确实这个物价呀，它你看着它在涨，但是相对可能很多欧洲国家这还是能够付得起的吧。对，而且尤其加上教育的这个差价的话，还是算是对，因为它教育是免费的，大部分它然后私立学校也很便宜，对，也不贵，就是你给得起，不会说给完之后你就倾家荡产了。我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个数据点，我昨天才知道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全世界许多大城市都有法国教育局直属的法语学校。对啊，那个这个法语学校就在你家附近，对，就里斯本的这个学校就在你家附近。一年好像是6000，一年大概是6000欧元的样子。对，但是同样的学校在曼哈顿、纽约就是5万美金。所以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说你的全家的开销是包含儿童的教育，那其实里斯本的话相对来说总体还是很省钱的。对，就是如果你是就觉得，就是我觉得那天就有人跟我讨论，就是关于这个离开或者不离开，因为我的这个离开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小的社区也引起了一个小波动，大家非常舍不得我们，然后但是也是在考虑自己的这个就是出路。然后有好朋友直接就说，那我怎么办？你走了。就是因为很难，因为就是我觉得我昨天跟一个很好的朋友他跟我说，他说我就一直在想，他说
那我是不是也该开始找出路了？因为我身边的人都一个相继在离开哈，有搬去哥本哈根的，有搬去那个阿姆斯特丹的，有回美国的，然后有我们搬回伦敦的。所以他说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就是他失去了这个朋友圈了，这是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创造的一个社区。所以其实我就觉得，只要我觉得你的需求在这个地方能被满足，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可行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也许是暂时的。对，或者是永恒的，我不知道，对不对？对啊，也许你这段时间不需要其他东西，也许在10年之后，你会突然一下拍板说不对，我就要需要另外一种，对不对？这都是有可能的。我觉得不要去禁锢自己的这个想法，也不要去埋怨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对，也不要要求自己的下一个选择一定是可以持久的。对，就是 never say never， 我都跟说，对，因为你不用就是去给自己就是去那个海誓山盟，然后跟这个地方，对，我觉得我以前就是老是这种海誓山盟哈，好像觉得要对得起这个人民啊，或者是自己 build up 的这个社区，然后但现在呢，我就是当然看到你在这个地方住了久了，你看到了这个社会问题，我也很感谢他让我看到了社会问题，我也很感谢他让我知道自己下一步想去哪儿，对啊，其实现在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世界右转的这个偏向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了，所以你其实去哪个地方，也许的这个差距都不会太大吧，不会说这个环境就能够魔幻的让你变得有多开心，对。但是呢，你自己如果他能不能够提供一定的资源，能让你满足，就是你就是暂时的一些需要吧。对，就是know your priorities， 对吧？对，你的这个 priority， 清晰的了解你自己的优先权，你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所以对你来说，其实葡萄牙这一站是达到了你们的目标。当然达到了，香港回到最终目标伦敦之间，对，再做一个停留。当然，而且我们 create 了，也是一个疗伤的地方。Exactly， 我们 create 了不上班呢，对不对？这是我觉得非常骄傲，这是我觉得最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可以，其实还没有说呢。不上班的未来在哪？对，大家可能会在想啊，你们是分家了吗？怎么样？是走向世界了。对，我就说现在你就当我们走出欧盟了。对，当我们现在开了个分店。对，其实我们过去的1年里已经做了很多新的尝试哈，不管是远程的节目，还是 Ella 独立制作的节目，还是我独立制作的节目，还是我们串台的节目。包括甚至有赞助商的节目，其实我们做了很多种不同的体验和尝试。也许我们，有同学说，这个音效质量一直没有上到就是他们想要的这个足够高的位置，但是我们也要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一个平衡吧，因为每做一集都需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对，那每一集都用这个最好的相机去拍，或者说用最好的音效去调。或者用最贵的这个editor 去剪，其实我们做不到哈。但是为了总体达到一个产出平衡，我们做了一些自己的尝试和选择吧。对，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还是很骄傲于我们所做的过去的这几年的成绩。对啊，当然，而且我们现在慢慢的有赞助商的话，也许这个节目的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因为需要钱，真的是我们的节目需要钱来继续走下去，我们需要挣钱，需要收入，所以我也不羞耻在这一点上。对，我们甚至应该向所有人就是分享，或者说倡导大家都不要羞耻于自己需要赚钱或者想赚钱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做 freelancer，很容易就是有金钱羞耻症。对，就不敢提，甚至你都已经 delivered a service， 你 deliver 了一节课，你 deliver 了一个产品，对方没有主动提付你工资这件事情，对，你就在坐等那种，对，你就一直坐等，对啊，所以有的时候他会忘嘛，对不对？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上面，就是我现在就是那天其实跟这个赞助我们这个甜甜和他团队，我就跟他聊得非常愉快，然后我说我必须要告诉我的观众，这个我的节目是需要有赞助的，而且我这个赞助他也需要赚钱。对，他不是说要免费的，就是我一辈子就这么辛苦，然后就来给大家做一个全部免费的一个课程，他也需要挣钱，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件坏事，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循环，让市场去选择吧，对这样的选择。对，其实我还想跟大家说，千万不要小看你们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如果说今天听到的这一集、看到的这一集的朋友们能够
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你身边你认识的1到2位你觉得一定会喜欢我们内容的朋友啊，我们会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其实这个节目做到一定的这个年份之后，你在各大平台上已经得不到任何的外来的这个推流，所以是非常非常去维持去坚持是非常非常累，是非常需要passion去支撑的。对我们的这个为爱发电，其实我们一直都是我们赚了非常少的钱。上一次 Ella 的这一集所谓的赞助，实际上是少到大家都不敢相信。对对对，这也就不说了。就真的是要，你说了一句什么？你说我要开一下锅是吧？开光，开光，对，我要开光，要赚第一次钱。对对对，要的，对，所以我就觉得不管多少，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必须要尝试一下，然后才知道哦，原来我的这个平台也可以有收入。对，那我就可以，也许它越来越多呢，对不对？对对。那个第一次那个小哥又想跟我们合作嘛，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那就证明我们的节目就是他满意，他是我们的客户嘛，对不对？他满意我们的这个节目，那所以呢，他还想跟我们继续合作，那这个雪球就越滚越大。那有可能我们上次开价开太低了。可以试着跟他再微调那么一下。对。但我就在想，我那天还很开心，我就觉得自己现在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对，实际上跟大家再公开一下，这个根本就是入不敷出的。真的，对，这个很少，我都不敢说，都不敢 cover 不能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上各大播客需要一个系统的这个钱，对，然后包括我们付我们编辑的钱，我们编辑也基本上是在做福利呢。对，也是，对，他已经这么多年了，所以我就跟那个我的朋友说，我说也许我的这个从现在开始，以后我们就可以 employ 真的人了，对不对？我有这一天，我就可以成为真正的一个大计。对啊，所以我还是很有这个视野的。这也是我觉得搬回伦敦会有一个很大的，对我们的这个播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推动。我觉得那边的伦敦的朋友们，那个华人朋友们，我知道可以 reach out 啊。当然，对啊，会有很多的，我知道有很多姐妹已经在听我们的那个就是播客，包括在好几次在这个就是活动上面，就是我去伦敦的一个就陌生的活动上面，会有人知道我是不上班的，然后我居然还问你，他说倩怎么没来呢？没有英国签证嘛，英国签证太贵了嘛。对，太贵了，所以希望大家reach out 我们，如果需要我们的节目为你做一些就是广告啊，或者是这个赞助的话，我们是非常愿意的，我们也需要，所以谢谢大家在这里。是，因为我们有了远程的采访的途径，已经跑通了我觉得其实不管你在世界的哪里，如果你觉得你的个人的故事与我们的节目也是非常的相契合，欢迎 reach out。我们的这个个人的邮箱可能是更好的联系的方式哈，都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或者如果是小红书的观众可以看我的。可以从我们的 bio 点到我们各自的这个个人的账号的 bio， 对，或者留言都可以，对，我们都是可以，对，我们的邮箱都是公开的，所有大家都能看到。对，给我联系的话是私信和邮箱哈，因为评论区我不太看。对，跟我联系的话就是其实也是私信和邮箱。好的 ，anyway， 所以就是我现在我就在想，就是回到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聊完了过去的这一个部分的整理，或者说成长的一个小节。我其实想问，我们的人生可能已经走了一小半了哈。那接下去的展望，或者说你对事业的这么多的一种热忱，包括艺术生命是最高的，你对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畅想，什么样的憧憬？有怎么样的新的可能性？敢说吗？还是你会觉得会 jinx it？ 我也没有，我敢说的，因为我其实是想在这个教课和这个演出上面要平衡，因为我现在觉得我教课教的太多了，演出演的太少了。然后呢，所以我是想就是在伦敦会有更多的演出机会，因为那边的舞台就是不是说大很多，还是多很多，是当那个剧院比较多，观众也多很多，对，观众也多。然后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而且我是在那个地方就是长大的，所以我有一定的这个 connection， 所以我还是非常期待的。当然呢，我在这个教课上面，我想就是有更优质的这个学生，我想有想培养一些可以就是参加比赛啊、拿奖啊，为这个音乐事业跟我一样 passionate 的人。所以我是为这个，我觉得我是愿意就是去奉献这个，就是当老师是完全是没有怨言的。当然我还是很想在做，就是比如说我最近一直没有跟大家说，我最近开始上这个 creative writing，一个私课。
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就是老师，他也在里斯本。我这就是只是上了1节课，然后还没有开始就是说真的做一些什么，对，还不知道，就只是摸了一个，就是只是告诉你就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只是一个 introduction。然后但是呢，我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一直很想学习的一个自我抒发的一个方式。我没有这个胆量去challenge 我的这个 writing， 因为我不是一个 academic 的一个就是从那种就是普通的大学会就是有一个很 academic 的 writing 的一个 style 出来的。我的这个 writing 全是感性的东西，然后有很多语法的错误或者是很多矛盾，然后所以我是没有这个勇气去写东西。我觉得我写的东西总会被挑出毛病，但是我的老师又跟我说，他说那就是对的呀，对啊，他说我写的东西也是，他说我还是专门学那个英国文学的，我的东西也会被挑出毛病，然后所以就是他是非常鼓励我去这个创作，所以我是想就去学习这是我是非常想探索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方面，我觉得是我自己想去表达，但是没有胆量没有勇气去表达，因为我觉得 I'm just a pianist, what do I know about writing? Yeah, but maybe I just poetry and 反正也不需要语法正确。对啊。哎，其实我想跟你分享，Ella也是作为一种鼓励哈。我正好读到就是Joan Didion 的Let Me Tell You What I Mean 这一本散文集里面提到他自己对于写作的一种感悟，就是他也是自认为不管是谦逊还是怎样哈，他就说自己不是一个任何学科的一种 thinker， 他不是一个 scholar， 他不是一个 intellectual， 他就是一个 writer， 而且他也不是说自己就是 write 好还是不好，不是说写得好还是写得不好，他就是一个 writer，like it's just a neutral term。然后对他来说，写作就是发掘自己要说什么要写什么的一个过程，就是在他写之前他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希望这个作为一种鼓励啊，如果他能够成为这个文学世界的一个大家并且也认为就是写作整个过程，他并不认为你应该有知道什么 ，you already know what you want to write and then you write it out。他不觉得这是一个就是对他来说至少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顺序。所以其实也我觉得是非常符合你刚才所说的这个状态，说不定你写的就是还特别出色呢，你就是因为 you write differently。你是一直支持我写东西的，那有翻译腔来写，翻译腔是个特色呀，是，对我自己的翻译腔，对，也是翻译腔。OK， 所以对，这是我就是未来可以展望的，还有就是我很想把我们的这个播客就是推得更大，然后这是我的一个野心，而且 I'm determined, yeah, I'm coming, you wait 。OK， 所以我的这个分享就差不多了。如果待会儿有一些就是补充的话，我在下一集。对，在下一集。好嘞。OK， 那我们先停了。好，谢谢大家收听。谢谢大家，拜拜。